每一位到访的游客几乎都会来滨海湾打卡，这里早已成为了新加坡的城市象征。即便你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也一定知道位于滨海湾的地标景点鱼尾狮。鱼身代表着新加坡从小渔村谦卑起步，狮头则意为新加坡最早期的名字狮城。半鱼半狮的鱼尾狮像是新加坡的符号一样，象征着智慧与勇猛，似乎也是新加坡人的精神凝结。但深究起来，这座城似乎又真的不够特别。仰头望去，高楼林立，光鲜亮丽，无边泳池闪着布灵布灵的波光，一切看起来就是国际大都市本该有的样子。也许是在连续经历了各个高大上景点的喧闹和商场不绝于耳的付款声后，我们开始对这种繁华都市感到审美疲劳了吧？于是决定穿过它时髦的表象，走进城市深处，去发现真正属于新加坡的个性。坐着 Uber 穿梭于景点之间，总会错过太多不经意间的小美好，所以用脚步丈量一座城市是我最喜欢的方式。慢悠悠地走过那些带有南洋风情的街道，往往就能遇见惊喜。完美的旅途总不能缺了高级感的亮照。曾经的旧喜街警察局现在已变为通讯新闻部的办公室，但不变的是有着上世纪20年代新加坡痕迹的老式牌坊，很适合一边怀旧一边拍照，感受它给你带来的惊喜和梦幻。纯白的建筑搭配上900多扇彩虹般亮丽的英式彩窗，活力四射，吸睛度爆表，也让政府机关4个字听起来不再那么冷冰冰。究竟谁才是新加坡的主人？这个问题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华族和马来族贡献着谦逊努力和商业中的机敏精明，印度族带来了宗教的虔诚，欧亚混血则给新加坡注入了浪漫主义的元素。东西交融，文化冲撞，他们共同组成了新加坡。哈芝巷附近就是一个马来人和穆斯林的特别区域，苏丹回教堂的金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穆斯林在此集会，聆听真主的召唤。而清真寺外却是另一种乖张疯狂的文艺世界，夸张的涂鸦加上宗教的元素，却碰撞出了独特的风情。接着视角转向小印度，它像是打翻在花园里的一抹咖喱。行走在街头，会感受到来自视听嗅各个方面印度式的冲击。如果你是第一次到访的旅客，恐怕也一定会被小印度的色彩所感染。橙黄、米白、湛蓝、青绿，小印度的居民穷尽各种色彩表达着自己。路上的人如新加坡洒满阳光的天气一样，爽朗地打着招呼。慢慢的，你就会卸下防备，开始融入其中。从小印度乘坐地铁2站出来，就会是另一个世界。同样是低矮的房子，色彩却低调了许多。这里是唐人街，是中国人几百年下南洋的缩影。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唐人街，在新加坡，华人的数量超过了70%，所以这里的中国城特别大，还起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名字——牛车水。早年由于取水不易，大伙儿经常拉着牛车往返运水，于是名字由此得来。5颜6色的挤挤挨挨的骑楼，门口都有一个可以容纳5只脚距离的过道，
这种建筑叫做五角基，是南洋独有的房屋结构，可以让行人免受日晒雨淋之苦。骑楼下幽深的让人一眼望不到头的巷道，墙上斑驳的旧日痕迹，以及那种让人眼睛发亮、心里湿漉漉的氤氲的某种气质，仿佛在跟我们诉说着早期唐人下南洋的那段历史。隐忍克制、勤劳朴实，这些品质都融入在华人的血液中，生生不息，跨越江河湖海。牛车水就这样一直默默地在新加坡的河畔牵动着一个年代。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走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岁月。这一路走得并不容易，但的的确确走来了一路繁花。现代的城市太快，甚至快到来不及说一声早安。但幸好，每个城市里总还是保留着一些慢生活的地方，比如这里的安祥山。从热闹繁华的牛车水步行10分钟就能到达一处僻静的小巷，建筑也更加古风古韵，像是新加坡版的江南水乡，和周围耸立的摩天高楼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里曾是传统华人会馆与社交俱乐部的所在地，现在满是创意商店和咖啡馆，已成为了文艺青年放松休闲的理想之地。同时，这也是一个脱离了紫陌红尘的地方，没有林立的高楼和喧哗的人群，这里很静，静到看不见骑自行车的人，却可以听见自行车的声音。整片街区遍布50-60年代的旧房子，徜徉期间，你往往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但相信我，一时空的错乱感会让慢下来的想法变得心安理得。所以请慢一点，再慢一点，慢慢走完安祥山，你会发现那些捕获人心的可人场景是如此的亲切、温暖，让人回味。穿梭在这些市井风情的街道中，你会经常遇到以小贩中心这种食肆形式存在的吃饭的地方，它们大多半露天，塑料桌椅，每个窗口由一位商家经营。这就是新加坡特有的食阁文化。在狮城，除了百货大楼和商场，一般居住密集的地方，每隔不远都会有这种便民美食集中地，叫做食阁。而多数地道且平价的美食也就藏匿在其中。通常当你开始走进了大排档或者夜市，基本上就触摸到了一座城市的内核，是清秀还是文艺，是野生还是奔放，也就在选味的过程中徐徐地拉开了帷幕。在新加坡的每一座食阁里，几乎都能找到海南鸡饭的身影，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民菜肴。海南鸡饭起源于海南岛，却盛名于新加坡。出名不知是因为张艾嘉的电影，还是当地华人长久的口耳相传，总之是成就了其在新加坡如美食名片般的地位。白水煮鸡、鸡汁煮饭，靠至简至清淡的方法料理出了鸡肉滑嫩鲜香的特点，再搭配上东南亚的香料和辣椒酱，可谓是浑然天成。集多元化饮食习惯于一身的南洋美食，自诞生起便拥有着征服全世界味蕾的基因，也缔造了无数优秀的美食品牌，亚坤算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想在狮城与当地人一起共进早餐，那么亚坤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店面颇具古早风味，由鸡蛋、糖、椰浆以及香兰香料制成的咖椰酱成就了他们的招牌咖椰吐司，再搭配上溏心蛋和一杯现做的拉茶，
就是一顿传统且完美的新加坡式早餐。现烤吐司的香酥口感，伴着甜腻咖椰酱以及厚厚的黄油，再蘸上黄澄澄的溏心蛋液一起入口，多层次的滋味融合得恰到好处。虽热量爆棚，但绝对是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诱惑型美食。遇上舌头便会融化散开的咸香口感，也注定了其迅速光盘的命运。来新加坡一定不能错过的老字号美食还有松发肉骨茶。我们去的这家店面不大，但暖色灯光照得人很是温暖。南洋风格的装修似乎是当年松发创始人在柔佛路上炖汤起家的真实写照。肉骨茶是用白胡椒、大蒜与肉骨一起熬制出的一道美食。汤里并没有茶，只是一般会配上一壶茶来解肉腻。相传是从前华人去往南洋后，一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为了驱除湿热而创造出的一道美味。一口热汤下去，味蕾最先被白胡椒的浓郁叫醒，接着热汤一路风驰电掣灌进胃里，暖意上腾。此时舌尖依然还留着肉骨、蒜头、胡椒交织的馨香，简直太合我的胃口了。浓浓的汤汁泡上油条或者米饭，美味又保健的肉骨茶变得更加余味缭绕。一碗肉骨茶让人觉得日子虽然有时会辛辣，但其实回味很悠长嘛。如果想体验新加坡的本土风味，那一定不能错过娘惹菜。大多数人知道娘惹是因为娘惹菜好吃，其实这一道道浓郁馨香、繁复精致的美味背后，是南洋特有的一个神秘族群。15世纪郑和下西洋途经马六甲，部分船员便开始定居于此。与当地原住民通婚后的后裔，男性被称为巴巴，女性则被称为娘惹。当中华文明碰撞到南洋文化后，在不断的包容和自我更新中，便焕发出一股新的生命力，衍生出了娘惹文化。如果用一个词总结其特质，那一定是多元包容。相比于其他一些输出强势价值观念的文化，娘惹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在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中。在嘉东的如切一带是娘惹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些店屋很好地展示了娘惹文化的混血魅力。鲜艳的颜色是印度的风格，繁复的几何图形是马来穆斯林的特色，而花鸟的精致雕刻是中华传统的文化体现。处处都透露出带着小心机的精致和对居住品质的讲究。除了华丽的宅邸，艳丽的服饰也是华人与马来文化融合美感的精髓所在。记得第一次读到娘惹这个词时，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2个字在舌尖上这么一卷，婉转的音韵便带出了丝丝缕缕温柔缠绵的味道。若是再将这个词具象化，那应该是一道窈窕的倩影，繁复的刺绣枝枝蔓蔓地盛开在她的青衫上，娘惹花布的长裙勾勒出她苗条的身段，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落在她缀满细珠的鞋面上，投下一片如梦似幻的光晕。她就这样静静地藏在旧时光里，优雅又浪漫。娘惹的身上也依旧遗传着中华妇女勤劳简朴的美德，她们将中华菜肴的烹饪方式与马来菜肴的原料自成一体，做成娘惹菜，既有中国菜的内蕴，又有马来菜的特色，呈现出一种新的口味，风靡南洋。而娘惹佳肴之所以能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绽放生机，恐怕也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热忱及传承。
来新加坡前，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折叠的城市，世界级的机场、亚太金融中心、登峰造极的花园艺术，发达国家中唯一还保留着边形的国家。有太多这样的标签在定义着这个处于世界十字路口的花园小国，所以很多人抱有成见地认为这里只有都市现代的繁华，但却是文化的荒漠。但我眼中的新加坡，除了钢筋水泥建造的人工景致外，其内核依然有着多文化碰撞下百花齐放的文化底蕴。英国殖民留下的理智冷静的距离感，二战日本留下的严刑峻法的规则性，华人为主体社会的勤劳朴实的创造力，以及马来、印尼、印度宗教和民族融合的交互性，新加坡似乎保留了每个时代最好的样子，在繁华的外表下散发着醇香。她像一个品学兼优的乖乖女一样，拥有一个美好国家所应具有的绝大多数品质。这里确实不大，但凝结着新加坡民众的强大。这里并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有着近现代历史上的奇迹。这里的灯火照亮的是一个国家的光明，哪怕曾经经历过黑暗。繁华的背后是都市生活静谧安详的面孔，人潮涌动中悠然地释放着无声的情怀。丰富多彩的国际文化氛围则无处不在地展现着它的魅力。新加坡绝对是一个值得用更长时间深度旅行的国家。